这是慕言的房间，委屈你暂时住下。孩子，真的对不起，这老爷子非要说什么冲喜，让你到我们家受委屈。这些钱是日后你照顾慕言的费用，钱不多，还请你不要嫌弃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既然嫁进来，就会一直留在江家。好好好。那你先休息，有什么需要就跟我们说啊。对，你先休息啊。果然，无论在哪个时代，女人要想过得好，最重要的还是钱和权。最好能想个办法，把江晴雨一家全干掉，再生几个孩子，首富家的家产就全是我的。什么？不是说我老婆高中都没毕业，在润发发杀了3年鱼，是个胆小内向的普通女孩吗？这腹黑的精神状态，满脑子的打打杀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玉堂，休息好了吧？快下来吃晚饭吧，正好你弟妹他们也回来了。江晴雨的儿子，江慕言的庶弟江思年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哎，好。终于要走了，做那事儿的时候知道锁门，现在出门连个门都不关，我衣服还没穿呢。儿媳妇来了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你爸呀，给你做了好吃的。来，尝尝这个汤，我一早啊去菜市场挑的，炖了1个下午呢。谢谢爸。好喝，喜欢就好。明天啊，让你爸再给你做。对，去乡下买的土鸡呀，太脏了，这味道还冲。我还是喜欢吃法国农场培育的有机鸡，这口感细腻，还没有异味。我倒是觉得很香，麻烦大伯也帮我盛一碗吧。可以。这应该就是弟妹江思年的妻子温静言，看起来倒跟江晴雨一家不太一样。真的很香，谢谢大伯。不客气，喜欢喝就好。哼，真羡慕三嫂，还有3个疼爱，还有大伯的鸡汤喝。不像我，只是一个司机的女儿，受尽委屈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这是谁啊？她是你二叔的养女江诗雅，她爸爸是你二叔的司机，当年为了救你二叔的命，他父母都去世了，所以二叔就收养了她做干女儿。你明明知道石雅特有抑郁症，心思敏感，你还敢这么激怒她？赶紧给她道歉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静言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静言，今天好歹也是团圆饭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静言，你做嫂子的要有包容心。今天是慕言媳妇进门第1天，你这么欺负小姑子，怎么给嫂子做榜样啊？我道什么歉啊？我就是喝碗汤而已。我知道三嫂容不下我，像我这样低贱的人，不配待在江家，也不配喝大伯做的鸡汤，我就应该去死。大家不喜欢我也是应该的。真是，我们江家家大业大，一碗鸡汤还抢着噎着，果然是穷酸惯了。国强秀兰，你们做长辈的要有做长辈的样子，就算不懂规矩，也不能厚此薄彼偏心呢。省着碍了大伯和宋小姐的眼。是呀，这一顿是我这个新媳妇儿第1天进门的团圆饭，江诗雅却千头不语为乐，其他人借题攻回一家门。怎么能打诗雅呀？一点教养都没有！大哥，你究竟是容不下一个养女，还是容不下我呀？容不下你早说，我带着妈出去就是了。一家子配合这么默契，类似的事情肯定没少做。可惜这种小伎俩我在后宫见多。爷爷，你怎么看？诗雅这孩子也挺可怜的，从小就没了父母，在咱们家寄人篱下这么多年，这思想有些敏感，也情有可原。老大，你们2口子是长辈，多包容点。这是在点我？果然，老爷子什么都没有，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么多年的养子，好，我明白了。
大晚上的你嚎什么丧？让隔壁邻居听见，还以为叶家恨你。我操！宋雨堂，你疯了！你敢施压我？他有精神病，你也有啊！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在饭桌上吵吵闹闹，还对你长嫂直呼其名，像什么样子？宋雨堂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凭什么打我儿子？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了。看看你养的2个孩子，一个精神病，一个没教育。你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，你还有理了你？哼，我爸妈和那位弟妹什么都没做，就被他莫名其妙扣上一个容不下他的帽子，这是典型的被害妄想症，已经神志不清了。还好我刚刚及时打醒他，不然啊，可能会酿成大错的。爷爷，我知道宋小姐看不惯我，但我们江家的事还轮不到你。你！爷爷，您看他这病是越来越严重了。今天能被害妄想症，1哭2闹3上吊，明天就敢干出更疯狂的事情。我们这些年轻人跑得快，您年纪大了，腿脚不利索，万一他哪天发起疯来，从厨房拿2把菜刀把您砍成臊子，那也太可怕了。哎呦！我觉得现在就把姜诗雅送去精神病院，治好了再回来。我不去，我没病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没病？没病？你刚才发什么疯？没病？你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？没病？你因为1碗鸡汤要死要活的污蔑长辈，闹得家宅不宁。宋雨堂，老姨奶奶，这是我们姜家的事情，轮不到你个贱妾来管。我说了，我不是姨太太。那你一个外室插什么嘴？我姑且看您是外室，尊称您一声老姨奶奶，但你最好心里有点逼数。我没有。我觉得还是把姜诗雅送去精神病院比较好。当然，治疗费用由我们姜家出，也算对得起她父母的救命之恩。你个土包子，你不懂别乱说。诗雅那是抑郁症，跟精神病有啥关系啊？抑郁症大多数是害自己，像他这种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的，叫精神病。你，妹妹，你自己选吧，是现在乖乖吃饭，还是我立刻打电话把你送到精神病院？哎呀，看来是乖乖吃饭了。那大家就都坐下，好好吃饭吧。你，老姨奶奶，大少夫人整顿家风，您闭嘴。哎，怪不得诗雅妹妹没家教，原来都是您教的，真是一家子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王管家，把这位老姨奶奶的位置撤出去，让她去杂物间吃。少爷，这坤哥，都是我不好，平白惹那孩子生气了。如今江家已经没有我的一席之地了，我走便是了。哎，宋雨堂，我还没闭眼呢，这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？爸，也幸亏是您还没死，不然您拿什么脸去见江家祖宗？这好好的一个家，嫡庶不分，长幼无序，整天吵吵闹闹，像什么样子？我看您简直是非不分，倒反天罡。我倒反天罡啊！哎呀，爸，让开！果然是农村人，真是胆大包天。进门一日，这首富家孙媳妇的日子就到头了。雨堂，我和你爸没事的，你不要为了我俩惹恼了爷爷。是啊，老话说得好，不患寡而患不均。这治家最重要的就是一碗水端平，可您倒好，不仅装看不见，反倒偏心偏袒。看看这都乱成什么样子！百年家业，外敌短期内是打不垮了，可内斗却能摧枯拉朽。这外事挑事儿，血脉混乱，子孙失和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内里从根上就烂了。这家业岂
岂能长久？爷爷，宋雨堂敢这么说我们家，您要是再不好好教训教训他，他都不知道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。是啊，爸，诗雅还是个孩子，妈只是护着孩子而已。这宋小姐至于这么借题发挥吗？怕不是想趁机羞辱你老人家？爷爷，小雅知道自己是外人，不配待在蒋家，我还是去死了算了，省得挨了大伯和宋小姐的眼。哎，诗雅！哎呀，够了！不吃就给我滚蛋！蒋家不是戏台子，不是你撒泼打滚的地方，都坐下吃饭。宋雨堂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宋小姐，你今天真的是很大胆啊！我是个三从四德的女人，既然成了江家长孙媳，用旧时的话说，就是未来的当家主母，做自己分内的事情，理所当然。看来你思想还挺传统。不是传统，是老祖宗用血泪换来的经验，从古至今几千年，历朝历代，既然最后总结出当家主母这个概念，就是血泪的教训。我既然一身嫁进来，没什么输不起的，但爷爷，您输得起吗？如果你真的有本事，那他就是你的了。那就麻烦爷爷，先替我保管好。好，去吧。爷爷，有亲生庶子在位时，周幽王上洛的死无全尸，齐桓公亦无可难免，无人收留。但如果换成毫无血缘的养子，又当如何？自古只见祠堂供奉生身父母牌位，何曾见过养父之位？宋雨堂，不管你有多少手段，只要我撒撒娇，老爷子就会心疼我。坤哥，那宋小姐说话也太难听了，一口一个姨太太，一口一个外室的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让你遭人侮辱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像雨堂这么守礼的不多了，他初来乍到不懂规矩，你多担待。坤哥，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后悔当初离开你，现在我们都老了，要不我们结婚吧，也算是圆了年轻时的遗憾。哎呀，淑英啊，现在这样就挺好的。你真是嫌弃我了？哎呀，我们都老了，别再折腾了，能这么清清静静的相伴几年，也算弥补了年轻时的遗憾。我明白了，是我痴人说梦了。都这把年纪了，我还被人骂成老三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尝尝这个汤，我一早去菜市场挑的，炖了1个下午呢。爷爷，小雅知道自己是外人，也不配喝大伯做的鸡汤，我还是去死了算了，省得挨了大伯和宋小姐的眼。他是除我之外第一个护着爸妈，甚至顶撞江定坤的人。我这新媳妇儿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门怎么没关？
任何一个家族都不可能会把财产分给一个外来的女人，除非那个女人生下有他们家族血脉的孩子。怪不得愿意嫁给一个植物人，还真是目标明确，没安一点好心。要是真让她生下孩子，为了独揽大权，她有可能会弑父留子。昨晚还算风平浪静啊。她起床了吗？她又要干嘛？今天你就乖乖的吧，等回来我检查。我，他竟然给我放黄片儿！喂！我再也受不了了！我是天才学霸，我是商业鬼才，江冕，是男人你就给我站起来！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1秒也忍不下去了！我醒来，立刻，马上！来火星驻地球办事处，秦始皇是也，速速打钱，待朕购得银河飞船，就封你为银河系83太子。小川，是我，醒了。你是真的失散多年的野生奥特曼，叮咚叮咚叮咚。我备份了你女装跳极乐净土的全高清视频，分别藏在了不同的云端。我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他们会自动发送到。我操！江总，你怎么醒了？废话，你怎么成神经病了？咱们撞车那事儿绝对有鬼。那卡车司机是个癌症晚期啊！出事前1个星期，他女儿刚移植完心脏手术，可老婆账户里还莫名其妙多了一笔300万的海外遗产继承。所以现在江4年出卖公司核心技术的正确链已经被抹得干干净净。他们父子用皮包公司向境外公司转账的事儿，账面上也做得滴水不漏，只剩下司机这一条线。没错呀，我要是不装精神病，也难逃江晴雨的杀手。江晴雨在我爸被认回家之前，就一直在转移公司资产。陈如英可能一早就跟江晴雨动了心，且不信任老爷子。不过，目前我们父子手里的股份和他们不相上下，加上旁支的，江晴雨一家实际占股并不多。为了得到更多，他们一定会有所行动。那您的身体，还有我们之前好不容易安排进集团和他身边的那几个人，已经被陆续砍掉了一大半了。恒星那边怎么样？按照您之前制定的战略，原有的项目都在陆续的推进中，软件供应链已经基本整合完毕，还和中东几个国家达成合作。恭喜你啊，江总，您的身价又涨了。那就好，我的身体需要时间恢复，不过问题不大。之前是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但从今以后是他们在明，我们在暗。何况我们手里还有恒星这张底盘。现在行动定会打草惊蛇，老爷子下面偏心，就算江晴雨真犯错，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所以我不仅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江晴雨动了江家的真底，更要把他送进去，让老爷子想保都保不了。我要继续昏迷了，有急事密联。对了，司机那条线不能断，一定要找到他的妻女。是。我是真的很好奇，我这么抽象的新婚妻子到底长什么样啊？我发誓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虽然宋雨堂已经骚扰了我好几天了，但是我绝对不是那种偷看女孩子换衣服的死变态，绝对不是。这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原来是有效果了，那看来不错，明天继续。这个时代什么都好，就是这继承法对于正妻和嫡生子女实在不够友好，必须得想办法彻底把庶兄庶妹还有孙姨娘这几个野东西踢出局才行。好歹是上过高中的人，这想法怎么这么古怪？我这新婚妻子究竟是什么人？
确实是之前调查的时候照片里见过的那张脸，她就是宋雨堂，但又完全不一样，不是什么普通女孩，也不是什么拜金女，而是出尘脱俗的。就算宋雨堂长得跟天仙一样，也改变不了他满脑子去父留子的事实，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让宋建业内老东西立遗嘱，肯定是不可能的。从法律层面上，我还真拿他们没办法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先跟江慕言生个孩子吧。有权有势有地位，拿捏宋家会简单得多。怎么又是？哎，算了，都已经娶回家了，那不是还能丢出去？更何况连科学都无法让我醒过来，却是他。或许老天怎么安排，自有他的道理。哎，自己的老婆自己受着呗。夫人，支票已经兑现了，另外劳力士、钻石袖扣和翡翠吊坠出售的380万，一共1380万，都在这张卡里了。那几件古董和名画也鉴定过了，但是古董商给的价不高，我已经将这些东西送去拍卖行了。嫁妆一共薅到2000多万，有点少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拍卖会定在下个月，您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亲自去看看。拍卖会啊，没错，到时候云城的名门望族都会去，倒是个亮相的好机会。好，准备一下，我会准时出席。是。玉堂，不是说去买菜吗？怎么带我来逛商场了？妈，你早该买2身新衣服了。哎呀，妈有不用，妈身上有，够穿就行。你看这商场的衣服就好贵。走。哎，那个真的不用了，这衣服啊，穿上烧得慌。哪是不想穿新衣服，是在江家没安全感，有一点钱也不敢不攒着。但凡买一件贵一点的衣服穿了，怕是也要遭家里那几位笑话。妈，你记住，你现在就是真真正正的江家大夫人，现在是，以后更是。你要慢慢学会做好这个位置，哪天慕言醒了，你也能更好照顾他，不是？妈，有我这个儿媳妇在，你怕什么？今天我买单，必须挑几件好的衣服。走。好。老板，安插在老爷子那边的人刚传来消息，老太太、大小姐还有夫人那边在商场似乎出了状况，王管家已经带人过去了，您要不要？既然王管家已经过去了，就先等等。对了，把商场 IP 地址发给我。夏夏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你先跟我回家去，有什么误会你们关起门来好好解决。哎，既然是家丑不可外扬，为什么你的好嫂嫂林露可以当众宣扬，之夏却不可以澄清？算了，程宇，我认命，我愿意把孩子的爸爸让给之夏，愿意把他的卡给之夏刷，你们就别再为难我们孤儿寡母吧。你的丈夫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法律上已经死亡的人怎么跟之夏在一起，怎么做堂堂的爸爸？你够了，宋雨堂，你别太过分。光光的爸爸是我亲哥，他现在去世，我就是光光的爸爸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所以一开始林露说之夏刷他孩子爸爸的卡，抢他孩子的爸爸，说的都是你季承宇，对吗？江之夏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还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？要不是光光的爸爸临终嘱托让我照顾你，我根本就不可能让你留在季家，更不可能让团团叫我爸爸。季承宇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你双腿残废被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是之夏救了你的命，还义无反顾的嫁给你，你现在居然为了这个女人污蔑她，纠缠你。季承宇，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婚姻系统登记的清清楚楚。如果查出来果真是我们江家的大小姐纠缠你这个有妇之夫，我作为江家长媳向你承诺，我们江家会通过各大媒体公开向你和林露致歉，并且100倍赔偿你的经济损失。但如果是污蔑诽谤的话，季总，话可要想清楚了再说。大小姐说的没错，今天这么多人在场，您把话说清楚。究竟是谁在纠缠谁？谁才是您的合法妻子？我们家老爷虽然年纪大，但眼里容不得沙子。夏夏，
我都是一时糊涂。自从大哥去世以后，露露她受了刺激，得了狂躁症，医生说她不能再受刺激了。我只想顺着她，所以我才会那么说她。对，我和程宇是清白的，你们这么污蔑我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清不清白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一个死了丈夫的正经女人，不会整个人都贴在小叔子怀里。既然弟媳这么容不下我，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，都别拦我，让我去死！露露，那去吧，反正自杀谁也不用担责。王管家，现在就给林小姐挑一块好墓，再配上专业的丧葬团队，费用江家出。光光没父没母的自然是孤儿。王管家，顺便联系孤儿院。江家仗势欺人呀，不给我们孤儿寡母留活路呀！继续，反正丢的也不是江家的人。够了，之夏，你就跟我回去吧，我知道错了，今天晚上我亲自给你下厨。哎，那你先把盗刷卡的事情说清楚。嫂子，我这样对吗？对。没有盗刷，那卡是我给你的，让你给新嫂子买礼物。你一上来就打我，说我盗刷你孩子父亲的卡，你是不是要因为这件事情跟我道歉？这就是程宇自己亲口说的，他说会照顾我们母子，他说光光就是他的亲儿子。你这个女人，他工作这么辛苦，你还在外面挥霍他的钱，打你都是你活该。删他。我打的就是你，我才是季承宇合法的妻子，你凭什么拿着他的卡？你凭什么把持着家里的财政大权？你凭什么全身上下穿金戴银？你连买一袋狗粮都要几千块，但我们母女俩一个月的生活费却只有100块。就凭我是季家的大少夫人，是女主人，你们的钱都该归我管。好，那我们就法庭见，让法律来判断。程宇，你看这个女人，我就说吧，这种穷门小户的女人嫁给你就是为了钱，每个月给她100块钱生活费都不够，她还要闹上法庭啊！程宇，哦，原来我们江家是穷门小户，我们江家的千金每个月只配领100块零花。我给你的卡呢，给我拿出来！程宇，我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，她这个孩子多不容易呀！你口口声声说要照顾我们，现在又要出尔反尔，你是想要逼死我和孩子呀？爸爸，光光以后不要玩具，也不上幼儿园了，每天只吃很少的饭。爸爸别不管我们嘛。之夏，要不给他们一口饭吃吧？但你放心，副卡在你手里，你想怎么花都随你。你说你错，那行，你该给我看，空口说白话。把卡拿出来，否则你别想再从我身上拿走1分钱。之夏，以后这张卡由你保管，从今往后你想怎么花都随你，你再也不用过拿生活费这种荒唐日子了。嫂子，就一张卡吗？你季承宇作为现在季家的嫡亲骨肉，之夏作为你的妻子，一张卡就打发了？宋谢谢，那您到底什么意思？从今以后，之夏作为季家主母，掌管财政大权，无关人等一律逐出季家。怎么不愿意？之夏，我们走。既然季家容不下你，咱们就回江家做江家大小姐。我愿意。之夏，我给你保证，你把这张卡收下，就当是我给你的承诺。那就说，既然是他给的，这位林小姐这身行头至少也值几百万，你全身上下只有几千块，空口说爱，发誓讲承诺，谁不会？我只认一个理，钱在哪儿，爱就在哪儿。服务员，比他身上贵的衣服和包包还有首饰，
我全都要，从头到脚的女童装，我各要10件，我都要最贵的。走。哎呦！你受苦了。就算是女儿，也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不存在什么嫁出去泼出去的水。不管以前怎么样，以后都有嫂子给你撑腰。谢谢嫂子。慕言这个媳妇儿，咱家是娶对了。我先给太太送个礼物。你有没有什么建议？老板，过2天啊，有一场拍卖会，宾客名单上有太太的名字，要不然看看太太喜欢什么，拍下来送给她也行。从我的账上划走1个亿，遇到她什么喜欢的，一定要给她拍下来。老板，你们这都还没有见过面呢，你就打算为她花1个亿呀？1个亿确实有点少，那就3个亿。好的。啊，3个亿啊！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老板，给女人送礼物这种东西，不能光用金钱来衡量吧？诚意呀，也是很重要的。要不你亲自到拍卖会现场去看看也行。不是昨天还跟我说要继续装昏迷？难不成我老板那个杀伐果断、从不手软、绝不动情的姜慕言是个极品恋爱脑？这场阴差阳错的婚姻，或许并没有那么糟糕。我好像真的需要这样一个温柔善良、有手段、有魄力的妻子。况且她还这么好看。呀，雨堂，哎呀，你这样穿真的太好看了。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拍卖会，办完事就回来。那你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啊。卡卡。玉堂啊，听说这拍卖会上的东西都挺贵的，这些钱你拿着，看到喜欢的东西你就拍。对。我的好女儿，进宫之后娘就照顾不了你了，娘没本事，只有这些银子，你带着打点一下，万事小心，知道吗？女儿铭记在心，娘，女儿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玉堂，娘指望你平平安安。爸妈，我就是去随便看看，长长见识，不打算买什么东西。哎，拿着吧，万一有喜欢的呢？哎，拿着。哎，我真的只是……大嫂，还是把卡收回去吧，就你那点零钱，还不够打赏保洁呢。彩霞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国强、秀兰，这话呀，你们可别往心里去。这毕竟这拍卖会呀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地方。不过你们要是想去见见世面的话，换身衣服跟我们去也行，顺路嘛，带你们一起去见见世面。大伯这身衣服怕是不太合适，门口是有安检的，到时候别被当成厨房送货的拦下来了。可不是嘛，大哥大嫂啊，就在家待着挺好的，去那种地方干什么？去了也是丢人啊。走。你们也是去拍卖会？这闲着也是闲着，随便去看看，拍2件喜欢的。爸妈，你们去换身衣服，我也带你们见见世面。大嫂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从小在乡下长大，知道什么是拍卖会吗？知道拍卖会的大门往哪儿开吗？不要以为是超市，想进就能进的吧。王管家，大少夫人，您吩咐。把老姨奶奶
二太太还有诗雅小姐，请回房间。今天的拍卖会，他们不用去了。什么？宋雨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外室就是外室，生的野种上不了台面，娶的妻子更上不了台面，连收养的养女都是个尖酸刻薄的东西。在家对着正经的大太太大爷出言不逊，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家丑不能外扬，从今天开始，好好在家反省，不得以江家的名义出席任何重要场合。宋雨堂，你凭什么？玉堂啊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们也是江家人啊，为什么不能出席正式场合？再说了，我们去拍卖会，那可是老爷子同意的。让你出去散心，不是让你出去丢人现眼。怎么，姨太太是想回祠堂跪着？宋一堂，你凭什么这么和我说话？就算老爷子喜欢你，你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？就凭我是嫡长孙之妻，未来的当家主女。王管家，把人拖回去。爷爷问起来如实禀报。宋雨堂，你别以为你给老爷子灌了迷魂汤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这个家还轮不到你说了算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为什么要死那么早，让我寄人篱下，让我受尽委屈？早知道大嫂这么欺负我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等会儿我要割腕，我要自残。吵什么吵？你可来了！我伺候了你50年，我从来都不在乎身外的这些东西。可是没想到我这把年纪，居然被一个小丫头这样羞辱。江家实在是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。爷爷，丫丫好难受，丫丫喘不上气来了。爸，你可不能不管呀。如果当年没有鬼迷心窍换孩子，以国强的善良忠厚，这个家应该很和睦，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鸡飞狗跳，不得安宁。坤哥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那你赶紧回去歇着。拍卖会我不去了，我这就去厨房给你炖出药膳。医生说了，我不能随便喝药膳。国强和秀兰虽然从来不问我要不要吃什么，爱吃什么，但都是做好端到我面前的，不是亲生的，果然不是一条心。别动了，没胃口。国强、秀兰，既然雨堂想让你们去，你们就跟着去吧。爷爷真是心如明镜。爸妈，我带你们去挑几件首饰衣服，我带你们去见见世面。我还是不去了吧，锅里边还炖着汤呢。对，我也不行啊。你想，这拍卖会都是非富即贵的人，我连这个玻璃和钻石我都分不清楚，去了我怕给你丢人。就是因为没见过，所以才要出去见世面。既然你们都已经来了，就要好好适应江家的生活。有我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好了，快走。坤哥，你累了，别烦我。王管家，看好大门。是。坤哥，爷爷。若薇，今天在拍卖会上遇见了什么东西，尽管拍，哥给你拍。哥，那这得不少钱吧？哎，你替宋雨堂履行宋家大小姐义务这么多年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给你拍2件东西，怎么了？那姐姐会不会生气啊？她现在可是首富家的孙媳妇，万一她报复我怎么办？江家在外是江晴雨掌权，对内是老爷子的红颜知己陈夫人和江晴雨的太太吴彩霞说了算。就江国强那家土包子，连零花钱都捞不着，更别提宋雨堂了。简叶啊，别这么说。虽然雨堂那孩子被他亲妈教的心思恶毒，但到底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还是希望她能过得好。是啊，爸，姐姐再不好，也是我们宋家的人。我在外面从来都不说她那些事，就怕给咱们家丢脸。
还是你们母女贴心呐，不像宋雨堂他妈，一个女人不在家好好相夫教子，非要在外面抛头露面，到处宣扬她如何能干，如何辅助我白手起家。哼，那个孽女也随她了，半点没把我这个亲爹放在眼里。好端端的提他们俩干什么？咱们才是一家人。就是，咱们才是一家人。江夫人到。首富家的排场就是不一样哈。那车里坐的应该是陈夫人和江二太太，宋雨堂一个新媳妇，怎么会有这样大的排场？我妈说的对，宋雨堂她能有什么排场？少夫人到。Run into the frozen time 하늘을 돌아선 차가운 바닥에装什么装？不就嫁了个植物人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哥，你别这样说。姐姐从小在乡里长大，受够了苦日子。听说5块钱就能让老光棍占便宜，如今为了钱嫁给一个植物人，也很正常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你们不要胡说八道！雨堂和我儿子的婚事是两家奶奶定下的事情。我儿子好的时候，你们宋家眼巴巴的往上贴，想把私生女宋若薇嫁给他。我儿子一出事，你们就换了一副嘴脸，非说是雨堂的婚事让他自己嫁。如今雨堂嫁了，你们一个个并着发的往他身上泼脏水，心眼怎么这么坏？不怕走在路上被雷劈吗？不是，这江慕言都变成一个植物人了，你们还这么护着？不会是老子想行使儿子的权利，让他怀一个爹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吧？你果然是无眉狗和生出的庶子，满脑子污言秽语。你他妈疯了！老子跟你同一个爹吗？在你的心里眼里，不是指着那个洗脚婢做亲的，这洗脚婢膝下的庶子也配来高攀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不会真以为嫁到首富家就当自己是金枝玉贵的少奶奶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贱人，迟早被赶出首富家。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嘴打烂！你干什么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哥哥？就算你当了江家少奶奶，不想让我们这些亲生的兄弟姐妹，也不能当众行凶啊！嘴捂上，拖下去！宋雨堂，这个孽女！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让大家见笑了。这2位是我的庶兄和庶妹，他们的母亲孙姨娘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洗脚婢，所以生出来的孩子自然也没什么教养。我婆家江家是个积善之家。今日他们敢在这里质疑我江家家风，明日就敢质疑各位，所以我这个做嫡长女的，好教教他们做规矩，免得日后惊扰了各位。这今日如有什么失礼之处，还请各位海涵。江家果然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家族，自古以来都是嫡出一脉长家，保家族平安。庶出的东西胡说八道，搬弄是非，是该教训。这到底呀，也是江家的媳妇儿，你看人家这气度。谬赞了各位，晚辈年轻，还是头一回在这样的场合露面。日后若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还请各位指点。老爷子亲自点的头，如此雷厉风行、明辨是非的态度，这才是当家主母的气度啊！雨堂啊，我知道你一直因为我和你母亲离婚而耿耿于怀，但我和你孙阿姨是正儿八经结过婚的，什么庶子庶女的，说出去多难听啊！应该大庭广众之下这么闹啊！父亲这话说的，倒像是我在胡搅蛮缠。这家里的庶子庶女没有教养，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污言秽语，我受点委屈什么的也就算了。这在座的各位，哪位不是有头有脸的正经人？万一哪天一言不合，也这么质疑他们、污蔑他们，丢的还是咱们宋家的颜面。我这个做嫡长女的，好好教教他们规矩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宋雨堂代表江家出席，想必江老爷子是认可了他这个孙媳妇儿，现下更是这么多名门望族认可他。你们2个，给我过来！
混账东西！这几年老子忙于生意，没好好管教你，从哪儿学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话？立刻给宋玉堂道歉！爸，你打我，是他先动的手，我让你道歉！爸，你怎么能？恕兄恕妹要是这样勉强就算了。王管家，给爷爷打电话，就说宋总连自己的庶子庶女都管不，我很质疑他管理公司的能力。以后跟宋家的合作还需要慎重考虑。叶子跪下！让你胡说八道！你也跪下道歉！可不，父亲，我知道您疼我，也知道您对江家没有什么意见，但这个恕兄恕妹好像对我公婆的意见很大，非要往他们身上泼脏水。我看我们以后也没有必要来往了，回头我问问律师，看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吧。跪下！孙姨娘，您教子无方，是不是也该道个歉呢？虽然我是你的长辈，但是你非要拿少妇家少夫人的身份来压我，我也无话可说。父亲，姨娘这话点我了，您和姨娘还是少跟我来往，免得让我平白背上不敬长辈的罪名。让你道歉你就道歉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少夫人，是我教子无方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啊？凭什么让我跪下来给你道歉？父亲，你看这……我让你道歉你就道歉，再废话，老子听你的卡。对不起，大点声！对不起，再大点声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哎呀，恕兄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作为嫡长女，宽宏大量，不跟你们计较。你该道歉的不是我，而是我的公公婆婆。凭什么？对不起，江叔，对不起，江阿姨。还有你，道歉。恕妹毕竟没有直接造谣，道歉就不必了。对，谁造的谣，谁道歉。其他的人没关系。这就恨上了。看来这个拼拼凑凑的四口之家，果然如我所料的，就是个草台班子。宋建业利益至上，宋明哲到底不是孙美芳亲生，孙美芳母女俩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不过略施小计就收了嫌隙。接下来我要把这把火烧得更旺，最好闹出点人命来，到时候就能坐收渔翁之利。那个玉堂啊，亲家我，那咱们就先进去了。爸，一起进去吧。爸一向最疼我了，一会儿可得好好给我拍个宝贝哦。哎呀，好，只要你喜欢，什么都给你拍啊！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一起进去啊！宋雨堂，你别想着找我报仇。恕兄这话说的，兄妹哪有隔夜仇啊？我刚刚教训你是怕你闯祸，今天你这番话敢在我面前说，明天你就敢在别人面前说，这万一得罪了谁，连累的还是整个宋家。现在事情解决了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走吧，带你长长见识。哎呀，想必这位就是江家的大少夫人吧？少夫人大驾光临，今天的拍卖会真是蓬荜生辉呀！这位是我父亲，这位是我兄长，我们家是做连锁酒店的，以后有机会请多多指教。宋总，宋少，久仰，快里边请。爸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跟我去包厢坐吧。好。有包厢啊！这包厢坐的都是什么人？你一个姨太太，一个庶女，还敢往里凑？这让人知道了，还以为我们宋家打人的脸呢。你俩去大厅坐。哥，你是宋家唯一的男丁，这以后宋家的家业还要交到你手上。你不去包厢长长见识，结交人脉，跟他们混在一起干什么？你以后还要在商场上露面，还要出来交际呢。这要被人知道跟他们是混在一起的下三滥，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？宋雨堂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好歹也是你的长辈。一个洗脚婢出身的姨太太，真把自己当正经长辈了。
我兄长一个嫡出的大少爷，被你迷惑的自降身价成了数字，你就以为自己干净了？啊，各位里面请。亲家，亲家母，你们先请。老公，不好意思，根据拍卖会的规定，没有主人的邀请是不能进入包厢的。二位位置在那边。干得很好，公司有你在，我很放心。你快点回来吧，应酬那边还好说，技术那块我是真搞不来。我是个植物人，那你到底要植物到什么时候啊？快了吧？赵川已经在查司机那条线了。老爷子最近被宋玉堂 PUA 的挺惨，现在已经渐渐对他们家产生了芥蒂。只要我们掌握把柄，加上宋玉堂的 PUA， 把他们赶下台，指日可待。哎，这么说，小嫂子还真能帮上忙啊！夫唱妇随，贤内助啊！嫂子就是嫂子，哪来什么小嫂子？那小嫂子比我们小5岁呢，可不就是小嫂子吗？宋雨堂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，你要是认我这个兄弟，那她就是你嫂子，没有什么小嫂子不小嫂子的。我不是那些富二代，她也不是我包养的小三。兄弟，你来真的？啊，她很好。那你可得看好喽，嫂子这样聪明的大美人啊，肯定有不少人盯着呢。我老婆好看，这个我自己知道。恋爱脑！闭嘴吧你！拍卖会开始了。各位贵宾，本次拍卖会现在正式开始。这枚钻石胸针是来自荆州博物馆，起拍价200万。这个好看。210万。还有要加价的吗？爸。哦。210万一次。爸，我可都听爷爷说了，您当时让我嫁过去给慕言冲喜的时候，江家可是给了3000万聘礼呢，还给了咱们家一个大项目。要是你赚的钱都不给我花的话，那合作的事情210万2次。闺女啊，我这就给你爷爷打个电话啊，我给他捐过肾，他肯定听我的。你这孩子就是性子急，你想要的东西啊，爸爸什么时候不依你啊？啊？还是爸爸最疼我，那请吧。210万300万。还是爸爸最疼我，那请吧。拍他，买。这个嫂子又不喜欢你，拍她干嘛？你嫂子要设计陷害宋家，我帮她爸提提价。行，300万。喂，你疯了？200万已经到顶了，再叫就议价了。放下！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的德行，非骂你不可。再说了，我又没那么多钱给你补。350万！对面那位肯定还会出价，等加到400万，我再跟宋堂说不值，看下一件好了。350万一次，350万2次，还有要加价的吗？350万3次，成交。明明给他留了50万的口子，他竟然不抢，难道是在帮我？对
对面是谁啊？哎，少夫人，里面是一个科技新贵，叫恒星，他是海外发家的，实力不错。包厢里坐的人姓顾。哎，秀兰，你有没有觉得对面包房那声很熟啊？哎，是啊，这声音好久没听过了，但是就是很熟悉。姓顾。哎，没事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宋雨堂那个贱人，跟他那死鬼妈一样，就知道抢东西。哼！要不是你们不够爱我，他又怎么可能得逞？爸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哦，对了，爸，我刚才看拍品单，有一块手表跟哥挺配的，不如给哥也拍一个。玉堂啊，你知道的，我手头也不宽裕。父亲，树兄虽然自甘堕落，认贼作母，但他好歹也是我们宋家唯一的男丁，也是我们宋家唯一的继承人。他的脸面就是咱们宋家的脸面，何况现在对外还是小宋总，没个身份象征，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宋家破产了呢。给你爷爷打电话，让他取消合作吧。好。嗨啊！各位，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本次拍卖会的一件重要藏品，大家请看。起拍价8000万。啊！喂，爸，给点钱，嘿嘿。要多少啊？2万。行，我这样才快啊！给你打200万。2亿。滚犊子！2亿。收含2000万里。喂，爸，头回去拍卖会啊，喜欢什么就买点。不过你们两口子和玉堂都不懂那些东西，随便玩就行了啊。哎，谢谢爸。玉堂，我往卡上转了2000万，就是你带的那张卡啊，想拍什么你就拍。亲家啊，这么多钱呢？啊，就是给他花着玩的呀。啊，哎呀，这么好的媳妇儿，当然要好好宠着了。再说了，雨堂聪明又会规划，这家里的钱给他，我100个放心。哎，那这样，从今往后啊，咱们家的钱都交给雨堂来打理。哎，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雨堂比我俩会算账。爸妈，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信任，好好打理江家的资产。嘿，亲家，这雨堂第一次来拍卖会，我们家出了2000万，你这个当爹的准备出多少钱啊？我哎呦，我去拿厕所。亲家，你好看，配的。1个亿，1个亿一次1亿6000万，1亿6000万一次，1亿8000万，2个亿，2个亿一次，2亿2000万啊，2亿2000万一次，2亿8000万，2亿8000万一次，2亿8000万2次，还有要加价的吗？2亿8000万3次，成交。这包
包厢里坐的到底是谁呀？这么有实力，怎么感觉比江家坐的那位还厉害？对面这位顾先生还真是爱他的老婆，这么贵的项链都舍得。可惜了，我老公还躺在床上醒不过来。也不知道是哪个小贱人这么狠命，能让男人给他花这么多钱。别乱说，能拍下那条项链的人，我们得罪不起。宋雨堂这个小贱人，以为嫁进了江家就了不起，还不是只能要点零花钱？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大佬手里。各位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展示我们这次拍卖会的压轴重宝，大家请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就这压轴？看起来像是古籍，但是也不至于压轴吧？各位贵宾，这是一本来自景朝的书札，这本书札的主人呢，是我们景朝御膳房主管何双喜。小喜子雨堂，你认识啊？小主，这是蟹粉酥，我亲手做的新品，您尝尝。你脸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不过是御膳房的太师傅们被其他宫的娘娘训了，拿我出了气，才肯让我用小灶台。小喜子，我不吃也行的。哎呀，小主，我本来就爱做饭，何况我的命本就是你救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连锅勺都端不起。小主，你放心吧，以后只要我在，我就变着法的给你做好吃的。我们都要好好活着，要出人头地。好，等我熬出头，定给你在京城开一家最大的酒楼，再开到大江南北。没有，看书了解过。这个人我听过，是何氏餐饮的鼻祖，景朝的厨神，还真有这个人呢。我还以为是何家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时代更迭，这本食谱早已失传，直到今天才重新现世。所以说呢，这本食谱不仅是千年文化的瑰宝，更是饮食文化的活化石。这更是厨神何双喜留给我们的绝世遗作。经我们专家团队评估，本件商品起拍价1个亿人民币，每次加价不可低于1000万。大家开始竞拍。2个亿，2个亿，2个亿一次。现在人可真有钱啊！是何家的人？什么何家人？何氏餐饮，史书上有明确记载，当年何双喜晚年出宫以后，开了一家酒楼。当年景穆宗御笔提点，将海清河宴4个字赐给了他。后来他收了3个徒弟，都随他姓。何氏餐饮就是他们其中一支的后人。原来是老祖宗的东西现世，怪不得这么下血本。哎，我记得你是不是说过，你爸也是这个什么何氏御厨的传承人？3个亿。这人谁呀？脑子有病吧？人家拍自己老祖宗的东西，他凑什么热闹？好像是我媳妇儿。3个亿啊！这边出价3个亿，3个亿一次。闺女啊，咱家没有那么多钱。爸，您现在每天做饭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吃啊！咱们一大家人总得吃饭吧？当然了，这也是我的一个爱好。我呀，13岁就去餐馆学厨，这一辈子做饭，一天不做呀，浑身都难受。那您是在哪儿学的厨艺啊？说起来也巧啊，就是这个何氏御厨的一个连锁餐厅，在我们那儿。您真的是何氏一派的传人？这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啊，不过学厨的时候，亲师傅们瞎吹的都是。在我看来，所言非虚。小喜的厨艺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菜都能做，其次是爸做的每道菜都是我爱吃的。如果说爸是何氏一派的传人，那就对得上了。既然你觉得是，应该就是吧。爸，那以后我每天想吃什么，你都会给我做吗？当然了，你嫁到我们家就是我闺女，金银珠宝给不了你，这一口吃的还能满足不了你？想吃什么跟爸说，回头爸爸给你做。是啊，
那些奥龙、雪花肥牛我是种不出来，但是咱家后山呢，给你养几只肥鸡肥鸭，我还是可以的。再给你种上几亩有机蔬菜，让你爸做什么都可以。咱们都是普通人家，不就是一日三餐这点事儿吗？3亿1000万，3亿1000万一次，还有要加价的吗？4亿，这边给出了4个亿。这是谁呀？是江家，而且啊，那是江家刚进门的长孙儿媳，不愧是富豪，一张嘴就9000万，这到底是拍卖呀，还是烧钱啊？4个亿一次。我靠，你老婆疯了！看来这枚手刹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再重要，那可是4个亿啊，大哥，都能买栋楼了。文化传承无价。再说了，我出不起这个钱吗？我5亿，5个亿一次，6亿，6个亿一次，7个亿，7个亿呀，7个亿一次。点天灯，点天灯，点天灯点天灯，这女的疯了吧？云城竟然还有这号人物呢！她是江家刚过门的长孙儿媳宋雨堂。媳妇儿，啥叫点天灯啊？就是不管对方出多少钱，都要跟的意思。啊，少夫人，您这么做没法跟老爷交代啊！况且对方要是跟咱们死磕到底的话，放心，我既然敢出这笔钱，就心里有数。对面现在应该在查我的背景，王叔，你操作一下，把我的身份背景传出去。这，闺女啊，这灯点的是不是有点大啊？爸，您放心，咱们很快就有钱了，您很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了。我？赵川，帮我查一下我手上的流动资金还有多少。不是，你疯了，大哥！你真打算这么陪他玩下去啊？我老婆有分寸，她不会无缘无故做这种事情。她应该心里有底。喂，那你还凑钱？如果不能给她兜底，她要我这样的男人干什么？你这个恋爱脑啊，你彻底没救了。雨堂又不是厨子，他要那个菜来干什么？应该是给我爸准备的。你爸？你刚刚不是还问我吗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我爸是何氏御厨的继承人？在我爸被找回家之前，他就开了一家餐馆，生意还算不错。他手艺也好，不过起早贪黑的太累了。后来换了肾以后，身体大不如从前了。雨堂既然有心，那我这个做儿子的又岂能什么都不干？看来嫂子确实是个好女人。错，是个贤良淑德的好女人。好，是。10个亿一次，还有要加价的吗？董事长，是江家的包厢。江氏集团就没有餐饮相关的行业，小菜铺干嘛？听说首富的长子是厨师。哦，什么品牌？市值多少？江少年轻的时候在工地旁边搭了个工棚，人均消费10块，后来攒了点钱，在老城区开了家100多平的老姜川菜馆，人均消费30。在云城的地界上，没必要和江家闹得太僵。既然对方是厨子，暂时先让给他们吧，等拍卖会结束再说。10亿2次，还有要加价的吗？10个亿3次，成交。堂啊，那个回去，老爷子要是发火，你就说是我逼你的啊！我也是何氏御膳的传承人，我非要那本手札啊！我是他亲儿子，我还给他捐过肾呢，他顶多就是骂我2句。对，虽然这个钱有点多，但是老爷子现在活得好好的，都是你爸的功劳。
虽然说是生气归生气，但是还不至于拿你爸怎么样。妈，爸，您放心，我心里有谱。点天灯啊！谁给你的权利啊？花10个亿买个破手札！我告诉你，江家1分钱都不会出。你既然敢点天灯，那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爷爷，这场拍卖会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首富家的长孙媳。今天点天灯的不是我宋雨堂，而是首富家的长孙媳在点天灯。你要是不想认这笔账也可以，反正我丢脸丢习惯了，就是不知道您丢不丢得起。爸，我一辈子没别的什么爱好，就是喜欢做个菜。我现在肾也没了，也开不了餐馆了，只是想买个菜谱研究研究。你要是真不乐意给我买，那就把肾再还给我，我回去继续开餐馆，挣钱养家。哎呀，不会真的不管咱们了吧？不会的。王管家，我跟你说了让你看好他们，你怎么搞的？行了，行，别解释了，告诉他们，尾款由江家来出。少夫人，老爷子说了，回款由江家支付。亲家，宋雨堂3个月前还在润发鲨鱼，连件好衣服都没穿过，如今竟然在江家呼风唤雨。早知道这样，以前对他态度就好点了。不过今天宋雨堂这么主动，不就是在示好吗？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修复关系，还愁没好处。雨堂啊，手续办好了，这是你的钻石胸针啊。来，妈给你戴上。那个，这表，谢谢啊。哥戴着真好看。女儿啊，爸，今天谢谢你帮我拍胸针。哎，应该的，只要你喜欢啊。爸，你不是说来拍卖会给我买东西吗？结果什么都没给我买，你给他拍。你嚷什么你啊？那雨堂不是你亲姐姐吗？那拍个东西怎么了？她算哪门子姐姐？不过是贱人生的贱种罢了，早就被扫地出门了。她凭什么花我的钱？宋若薇，你说话注意点。你们父子俩今天怎么回事？一个个都向着他，他给你们灌什么迷魂汤了？他算什么东西？要不是我看不上姜慕言这个活死人，他这种土包子早就烂在贫民窟了。你发什么疯？雨堂和江少的婚事是奶奶定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爸，他打我！打得好！再胡说八道，我也要打你！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雨堂，你妹妹小，不懂事，平时你在家里打她、骂她、欺负她，我们母女俩也都认了。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不能给你爸个面子吗？我知道我的身份上不了台面，可是我在宋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就算再不是怎么样，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。你退违禁这种手段我见得多了，但像这种明晃晃的把指责挂在嘴上，装柔弱还装得这么娇柔造作，真是少见。就你这种水平，还想让我们当枪使，也不嫌丢人。一看就是小三上位，一般有修养的正室夫人谁像她这样？你们不知道啊，不仅是小三上位，这以前还是按摩店给人洗脚的。哎呀，这还不够丢人！明哲，替妈说句话呀！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宋明哲吗？我儿子朋友的朋友。怪不得我儿子最近泡吧飙车，原来是沾上你这种人了。哎呀，怪不得呢！我家老儿一有空就往你家跑，
回去我可得跟他说一说，离这种洗脚间壁养的树子远一点。明哲，孙阿姨，我是我爸原配的亲生儿子，跟你好像不太熟吧？所以你和我爸的婚事，我就不掺和了。哼，听听人家原配生的儿子还不认他。几位夫人，刚才的事情扰了各位的清静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不过我有个事情我得解释清楚，我跟我哥都是我爸跟原配夫人亲生的，只是我哥这个人有教养，一直很尊重孙阿姨，这才让外人误会他们的亲密关系。宋小姐，我们知道的，上次在酒会上碰着母子俩，一口一个妈叫着，我们还以为是亲生的，没想到是小三上位。哎呀，10月怀胎的母亲都不认小三当妈，这不是认贼作母吗？他也不嫌丢人啊。那个，我先走了。那雨堂，那爸就先走了啊，下次回家我亲自招待啊。王管家，大小姐，把宋明哲认贼作母的消息传播出去。还有，堂堂宋家大少爷，竟然是洗脚婢所出，这2条一定要散播到他的圈子，特别是他死对头的耳朵里。是。还有，告诉宋明哲，就说孙美芳怀孕了。好的。走吧。各位请留步。等会儿，你媳妇儿好像有点麻烦。小姑娘，你好啊。这位老先生，请问您是？鄙人何秉正，是何氏御膳的第13代传人。别紧张，我是特意来找江大厨的。我？正是。老朽早就听闻江大厨经营小菜馆的事迹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餐饮业的后起之秀。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，做何氏御膳的第14代传人。老先生好算计。少夫人此言何解？如果我爸拜你为师，你们白得10亿手札不说，这作为首富长子的师傅，无形的好处可多着呢。轻飘飘的一句收徒，分文不花，名利双收。您这算盘未免打得也太精了。哎呀，少夫人言重了，江大厨现在还不是我何氏传人啊。得到手札也没用，但如果他能拜在我门下，哎呀，那就是自己人了。你想，我能藏私不受吗？谁说我爸不是何氏御膳的嫡系传人？什么意思？我爸江国强不仅是何氏御膳的嫡系传人，更是第2代亲传。2代亲传？没错，何双喜亲传。少夫人真会开玩笑，我何氏老祖宗何双喜早已驾鹤1000多年了，怎么亲传啊？我说是就是。凭什么？就凭他做的都是我爱吃的。少夫人，你这是胡搅蛮缠了。何董事长，您家祖师爷难道就没告诉过你他为什么做饭吗？那当然是为了惊艳天下美食，传承御膳技艺。错，是为了让我吃得开心。少夫人，您不同意就不同意，我家董事长都80多岁了，您何苦戏弄他？我没戏弄他，只要是符合我的口味，让我吃得开心，就是正宗的何氏御膳。少夫人，你不接受他拜师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你不能拿我何家祖师爷开玩笑啊！你要是不信的话，自己去底下问双喜。宋玉堂，你别太过分！我承认，江家
在云城是有些势力，但我何氏也差不到哪里去。无缘无故将我何氏祖师爷的遗物不归还也就罢了，现在竟然这样羞辱人，真拿我和秉正当软柿子捏吗？什么叫抢？这东西是用真金白银买的，照你的理儿，只要在拍卖会上出了价，那这些东西都是你的。你是谁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知道我姓顾就行了。包厢里坐的人姓顾。这是我和江大厨之间的关系，和你顾家没有关系吗？我今天就滚了，你能怎么样？现场这么多人在这儿，这手札是江家人拍下的，就算他们江家人带回去当废纸烧了，也不关你屁事。哦，就算你说的对，但是我现在要花钱买下来，不为过吧？哼，好，1万亿。你顾少说笑了。何老先生，我爸也是厨师，拍下这份手札自然有特殊的用处，而且文化传承和情怀无价，恐怕要辜负您的美意。还不滚！多谢顾少。客气了。媳妇儿，你有没有觉得他有点眼熟啊？是有那么点儿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而且声音有点熟悉。宋小姐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不对，越看越眼熟。我想，你去看看。哎，你好。看错了。哎，也是，慕言怎么可能突然就下地自如了？哎，来了。姨奶奶、叔叔婶婶、弟弟妹妹，晚上好。跪下！我做错什么了？为什么要跪下？爸，闺女年轻不懂事，都是我干的。爸，我自有分寸。唉，雨堂啊，拍卖会上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你在外边嚣张跋扈，人家说我们江家，又不长记性，一个跳舞的外室，谁跟你我谋？宋雨堂，你疯了吗？谁给你胆子点天灯？要是遇上死磕的，你想让江家倾家荡产吗？如今不仅不知错，还敢打我妈！我想点就点，跟你一个庶子有什么关系？还有，我在我自己家里打一个外人，有何不可？那你也不能在拍卖会上点天灯啊！我一个年轻的小媳妇，一个贤良淑德的传统女人，要不是有一个当家的失职，一个当爹的失职，何需要我在拍卖会上抛头露面？是我让你去的吗？啊！你还好意思倒打一耙？爷爷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从小到大，你在树叔身上花了多少钱？在我爸身上又花了多少钱？你不要扯开话题。您不算。好，那我来帮您算算。从小到大，树叔就上的国际幼儿园，学遍6艺，后来更是直接出国深造，住别墅，开豪车，哪一样花的不是江家的钱？那又怎么样啊？哪个家庭不是这样培养孩子的？那我爸就没当过孩子吗？可他从小就被扔在孤儿院门口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10来岁的孩子，捡垃圾、打零工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好不容易在饭馆找了个师傅学厨艺，鞍前马后的拼命伺候10几年，这才有资格上灶台炒菜。而树叔办上亿的婚礼，回国就是集团总裁。我爸呢？跟我妈结婚的时候，连一件像样的新衣服都没有。在他们回来之前，树叔1天的开支就是我爸妈1年的收入。好了，你别说了。怎么说？我像是恨我了，都怪我，当年真是太爱你了，又迫于压力不能和你在一起，于是我
我就忍痛割爱，让亲生儿子替代我陪在你身边。好了，行了，我就知道你这是后悔了。我走，我现在就走还不行吗？如果你要走，我绝对不拦你。哼！妈，妈，没事吧，妈？树叔、树婶不必担心，拿1根针扎2针就好了。中医嘛。我来，微针。我的手很有准头的，我一扎下去马上就行。哎呦！哎，老头子，你有没有看到你奶奶那副做派，和咱们家对面那个按摩店的女孩子很像啊？好看是好看，就是岁数有点大，好像有点奇怪哈。胡说什么？你别扯开话题，说天灯的事儿。把东西拿进来。树叔吃了50几年的肉，也该轮到我爸吃点残羹剩饭了。我爸吃尽苦头学了点厨艺，而后又因为给爷爷换肾，现在连小饭馆都开不了。我买这一个厨神食谱，为他争了一个御膳传人的名声，就是为了怕哪天你把我们赶出家门，我们流落在外，父亲还能重操旧业，养活我们这一大家子。您觉得过分吗？我不同意。您花了多少教育经费，在公司试了多少次错才有今天的成绩？这点天灯的钱，就算是给我爸的教育经费了，你也要争吗？拍了就拍了，这笔钱由家庭的教育基金来出，就当是给国强补偿的教育经费。他以后要是做点别的，都行。爸，大哥小学都没毕业，他能干什么？晴雨呀，你吃了50多年的肉，难道还不让你大哥吃点你吃不下的残羹剩饭吗？散会。这就完了吗？你还想做什么？爷爷，我承认，自作主张点天灯是我的不对，可您还没问我为什么要点天灯呢？宋雨堂，你是不是老年痴呆？不是你说要给伯父一个保障的吗？错，因为我没钱，所以这笔钱要从家里出。不是，你没钱你点天灯，你有病啊你！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所以我为什么会没钱呢？有话直说。这个问题就得问我二婶了。我老公慕言是在谈合作的路上出了车祸，按劳动法应该算工伤，就算没有工伤，咱们江家应该也有医疗基金。可为什么偏偏我老公躺在 ICU 里，生死未卜，最困难的时候账户出不来钱，最后还是我婆婆用自己家的钱垫出来的。我婆婆找您谈过，您给的结论是账户出了意外，拿不出来钱，但是垫的钱会补上，只是需要审核。这大半年过去了，审核怎么样了？雨堂啊，知道你在乡下过惯了苦日子，这也不能张口闭口的就要钱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嫁到我们家是为了贪财拜金呢。我公公少了一个肾，需要终身服药，没办法养家糊口。我婆婆呢，需要贴身照顾她，所以也没有办法补贴家用。我老公慕言为了江家鞠躬尽瘁，到现在生死未卜。如果婶婶非要说我们的话，倒也无妨，只是我们这一家人老弱病残妇孺，实在是走投无路，还请婶婶大发慈悲，为我们指一条明路。宋雨堂，那江国强不就是给爷爷捐了一个肾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不要整得全世界的好像欠你们家的一样。雨堂啊，古话说得好，失莫得报。
更何况大哥是给自己亲爸捐尸，你总是拿在嘴边上说，这就有点挟恩图报，忘恩负义。你，叔叔，虽然您只是一个庶子，但是江家花在您身上培养的钱，是都进狗肚子里了吗？就算您傣族出不了好笋，狗崽子改不了吃屎，但是知恩图报是做人最基本的礼义廉耻。江家是一个积善之家，哪怕是一个不相干的人都会帮着一把，何况是有恩之人。大少奶奶训话坐着干什么？给我站起来！为什么整整半年了，店铺的医药费依旧没有核算清楚？你这个基金会主理人是干什么吃的？若不是你恶意克扣，那就是你无能。身为当家人，若不能持身以正、公平以待，尚有可救。可如果你连财务都管不好，有什么资格管家？回答我！叶玉堂，够了！我还没说您呢，先安内再攘外。你看看这个家宅乱成什么样子！你身为家主，是怎么选的当家人？无德也就算了，还无能，无德又无能，败家之使。你太吵了，还嫌我吵？要不是这个家从根上就烂了，会出这么多事情吗？我要是现在不吵，你们就继续粉饰太平，等彻底烂光了就来不及了。哦，从今往后你当这个家，行了吧？什么？她一个黄毛丫头！你倒是好好当家呀！啊，让这个黄毛丫头挑你的错！爸，我这……爷爷，嫡长媳尚在，孙媳哪有当家的道理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当然是我婆婆当家。现在这家这么乱，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外室所出的庶子之妻来管家，才会这么乱。长幼人伦，绝对不能再乱。李秀兰，她连小学都没毕业，当什么家？她识字吗？你说的什么话？我们家的小饭馆每天营业额过万，都是我算的账。每天采买的菜肉、房租、水电，还有那个桌椅的损耗费、酒水的进出，每一笔账都是我算的清清楚楚。那是，秀兰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。饭店的事，家里的开支，每一笔都是精打细算的。妈，可能刚开始会有些陌生，有我协助，您放心吧。行，从今往后让秀兰当这个家。在下当了这么多年的家，辛苦了，放长假，跟你大嫂交接一下。爷爷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江家的内宅当家人，同时可以兼顾江氏慈善基金会的主理人。秀兰连大字都不认识几个，这管家就算了，基金会的理事长，真要人听了不觉得笑话。那怎么办呢？她是江家嫡长子的夫人，未来家主夫人。如果让一个庶子之妻来管家，还会更笑话。你别胡闹，秀兰确实不适合当基金会的理事长。无妨，我来做。我们婆媳二人，一个主内，一个主外。玉堂，你还年轻，这身份低微，又没读过什么书，你有这份心呢是好事。不过这基金会不是过家家，恐怕你连这个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老姨奶奶，您了解？那您告诉我，这3年的基金会账单上有一笔行政运营支出，每年都会在300万左右，可按照行业惯例，一般控制在150万以内才合理。那多出来的150万去哪了呢？好，行了。虽然你婶婶是基金会的理事长，陈姨娘是副理事长，但这理事会里还有几位有名望的女企业家。你毕竟年轻又初来乍到，若直接当理事长的话，恐怕难以服众。您这言自然就顺了。我爸是江家的嫡长子，我老公婚迷前是集团的副总裁，我当理事长为什么不可以？你说什么呢？坤哥，如英啊，你这个年纪也该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。我看基金会的事情就交给他们年轻人去做，副理事长一职即日起就由雨堂来担任。你
抽空跟他交接一下。哎呦！你要是身体不舒服，就去疗养院住上一段时间。啊，坤哥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从来都不在乎那些身外之物。现在你身体不好，我就是想一心一意照顾你，只是不放心，才不敢放手。还是先把理事会的事情交代好了。我身边有人照顾，都散了吧。全开始交接，我真的很想看看宋玉堂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斗过这狼子野心的一家人。玉堂，这个家还是你来当吧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我来辅助你。妈，你别妄自菲薄，我观察过了，除了每周管一下账目之外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要干的事情了。而且王叔在咱们家这么久，有什么不懂的，您可以问他。别给闺女添乱了，她现在接了基金会的活，要去资助那些贫困的孩子，干大事呢。是啊，妈，您别忘了我在商场跟您说的话。也不知道慕言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我今天就管了，你能怎么样？说不定快了。那我就试试吧。环环相扣，步步为营。挑拨宋家内斗，只是微不足道的顺手；点天灯是饵，引出自家的困境；哭穷是刀，直指吴彩霞的苛待；步步紧逼是网，把管家权收入囊中。这还不算完，他真正的目标竟然是慈善基金会。别人斗了一辈子都没斗明白的事儿，他一个晚上全办完。我媳妇儿简直太厉害，太聪明了。喂，江总，卡车司机的妻女我们已经找到了。好，秘密安顿好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是。另外，江晴雨有了新的动作，似乎要联系我们恒星。如今他们一家丧失管家权，找上恒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。先调他们一下吧，把恒星合作的消息发布出去。是。累了一天，困死了，赶紧洗澡睡觉。怎么这么好看？这么厉害，看起来这么柔弱的女孩，怎么能那么厉害呢？太喜欢了。老公，你准备装植物人到什么时候？一定是假的，假的。江大少爷，刚刚不是亲的挺火热吗？怎么一下子又困了？难不成是想生孩子了？生，现在就生。